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，我是卡卡，我是 Coco。在期盼许久之后，今年9月中下旬，我们终于踏上了名人游轮千禧号9天8夜的阿拉斯加冰川之旅。这趟旅行的起点是在温哥华，是一个来回的航线。本次航行的第5天，我们来到这次旅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——吹溪湾冰川公园。这次节目的下半部分，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艘船上的付费特色餐厅。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，给我们留言。那就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啦。一觉醒来，发现海水的颜色变得不一样了，之前都是浅蓝色或者深蓝色的，今天海水的颜色有点像班夫的路易斯湖那种蓝中泛绿的颜色，水上还有一块块的浮冰。这时候，船长从广播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正在史蒂芬斯通道上航行。我们今天要看的冰川就在这条通道的尽头。沿岸风景是相当独特的。其实，在100几十年之前，我们的船正在行驶的这片水域，甚至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山体，都是被冰川所覆盖的。冰川融化之后，这些重见天日的山体，在好一段日子里都是光秃秃的。随着时间的迁移，一些苔藓就会出现在这些暴露在湿润空气中的岩石上，慢慢的，一些矮一点的灌木就会生长出来，山体上还会长出一些树木，然后变成参天大树，最后变成雨林。这过程一般都会经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。但是我们这次在冰川公园里的航行，就像坐上了时光机器一样，一次性可以目睹整个冰川融化之后，这些土地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雨林的。我们在斯凯威游玩的时候，导游告诉我们，斯凯威在2000年之前还是被冰川所覆盖的。但是现在这片土地已经完全被参天大树覆盖住了，而且阿拉斯加拥有全世界第2大的雨林，第1大雨林就是非常著名的亚马逊热带雨林。由于我们房间的阳台实在太小了，我们决定出房间好好看一下两岸的风景。在我们最爱的 Blue 餐厅里，坐在窗边看着移动的风景，喝着咖啡，吃着早餐，这真的是岸上无法获得享受啊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回到房间，从电视里看到船的甲板上站满了人，船已经到达目的地翠溪冰川了。我们也冒着寒风来到船头的停机坪，一睹翠溪冰川的真容。看阿拉斯加的游轮影片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大爱好，在影片里看到冰川都是相当雄伟的，很多影片里甚至能看到冰川崩塌滑落到水面的壮观画面。然而现在冰川已经融化了很多，我们只能远眺远处山上的冰川。被称为冰川的哭泣的崩塌画面，在这个冰川公园以后是不会再有了，只能看到水面上漂浮的一些蓝色的冰，这就是之前冰川崩塌的残骸了。来到翠溪冰川公园的终点，船会在原地360度转，确保每一个角落的乘客都可以欣赏到冰川。平台上有些冷，于是我们决定还是回房间坐着欣赏。由于我们这次订的是 Aqua Class， 船会送我们一瓶香槟，我们提前跟房务员预约过，在看冰川的时候会给我们送来。我们回到房间的时候，香槟已经放在房间里了，喝着香槟，看着窗外蓝得发绿的水面，甚是享受。我们提前预约了一家付费特色餐厅，度过这个休闲的下午之后，我们就在船上11楼体验一下。好的特色餐厅还是挺抢手的，一上船就要开始预约，如果抢不到的话，可能就没有机会体验了。名人游轮一直和一家主打沉浸式投影用餐的餐厅 Le Petit Chef 有深度合作。Le Petit Chef 全球只有35家分店，北美也只有多伦多一家。据我所知，每一艘名人游轮都有一个可以体验 Le Petit Chef 的餐厅。这次我们坐的千禧号就有 Q-Side 这家特色餐厅代理。其实吃这个特色餐厅跟看表演有点像的，每天晚上都有2个场次，都是统一进场、统一开始的。餐厅里的桌布和餐盘都是白色的，用作投影的荧幕。这个晚餐是吃4道菜的，1个头盘、2个主菜，还有1道甜点。围绕着这4道菜，投影仪会在我们用餐期间播放一段段动画。我们体验的这一次，这个动画电影讲述了小厨师与他妻子的爱情故事。
整个电影以4季为主题，分成了4个小故事。春天里两人爱情的萌芽，一起创造出一碗豌豆汤。夏天的时候两人结婚生子，全家欢乐地制作了一碗龙虾意面。秋天来到了丰收的季节，孩子们先后长大，小厨师用最好的食材为我们烹饪了一道牛柳肉。最后年迈的小厨师和他的妻子已成空巢老人，两人在冬天里看着雪。这时候孩子们带着孙子回到老家，全家人一起制作了精美的甜点。故事比较简单，但是配合着音乐和色彩还是挺动人的。Coco 看到最后一幕的时候还有点眼泛泪光，但是这食物老实说就一般般了。第一道豌豆汤是冰冷的，我想大部分人都吃不惯。我看当晚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欢这道菜。之后的龙虾意面、牛柳还有甜点都比较普通，水平是不如我们平时去的主餐厅 Blue 的，和普通的主餐厅差不多吧。的确如此，食物水平不太惊艳，但是整个用餐体验还是很特别的，而且很适合合家欢。如果带着小孩子来吃的话，一家人都会吃得非常开心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餐厅体验一次就够了。这顿饭我们2个人额外付了$100多。这个餐厅在多伦多吃的话，大约是每人130加元，而且北美只有一家。他们的餐单和动画也不是每一次都相同的。如果一直很想体验这家餐厅的话，在名人邮轮上预定这家特色餐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除了比较新潮的 Le Petit Chef 之外，我们在船上还吃了另一家比较传统的付费特色餐厅 Tuscan。 这是一家意大利餐厅，主打意大利面和牛排。整个餐厅的装潢和灯光都是深色系的。我们坐下来之后，服务员就拿着一把罗勒叶过来剪碎，再加入橄榄油和意大利醋，做了一个意大利蘸料。我们都比较少吃这么传统的意大利菜，不太确定这个蘸料是如何正确使用。后来和服务员确认了一下，原来是用来蘸面包的。我一直觉得意大利人是欧洲最懂美食的民族，这个看似简单的蘸料就完美的认证了我的观点。我也非常喜欢这个蘸料，但是我更喜欢我点的这个前菜——黑胡椒烤五花肉。这个五花肉应该是先炖煮过，再上火烤的，吃起来像啫喱一样，入口即化。炭火的烟熏味和黑胡椒的辛辣味，让肥美的五花肉吃起来一点都不腻。来到意大利餐厅，我肯定要试一下他们 Caesar Salad。虽然这道菜是墨西哥人发明的，除了名字里的凯撒之外，和意大利其实也不太沾边，但是这家餐厅做得非常好吃。服务员为了确保我们能尝到他们的特色菜品，就为我们上2份小量的意大利面，一份是带黑松露的宽意面，吃起来有点像梅干菜；另一份是经典的番茄肉丸条状意面，这个要比黑松露那款好吃太多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意面和船上所有的主餐厅的意大利面一样，都是非常正宗，全部都是 al dente 的，也就是夹生的。他们在控制意面夹生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出色，但是估计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惯。由于之前几道菜吃太多了，上主菜的时候我已经很饱了。我点的这个鱼吃起来已经完全没有之前几道菜吃的那么香了。 Tuscan 也是主打牛排的，所以我点了一份肉眼牛排。老实说，它这个牛排是我在这个船上吃过最好的牛排，我基本上找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。即使上主菜的时候我也吃得很饱了，但是我还是把这么大一块牛排全都吃完了。服务员真的非常热情，一直怂恿我们试试他们的特色甜品。当然甜点我们是完全吃不下了。我个人感觉 Tuscan 的食物品质和服务都不在我们平时去的主餐厅 Blue 之下，但是他们的餐单变化就没有 Blue 那么多了。如果不用额外付钱的话，我觉得我会经常来这家餐厅吃。但是我们额外吃这顿饭是我们2个人额外多付了$100多，我觉得体验过一次也就够了。我觉得虽然 Tuscan 的食物要比 Le Petit Chef 好，但是2家餐厅要我选一家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择尝试 Le Petit Chef。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更愿意尝试哪一家特色付费餐厅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下一期节目我们会去到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市，吃一家 Coco 心心念念多年的餐厅。欢迎大家给我们视频点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分享我们的视频给你的朋友收看。那我们这次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